郭子健的这招化整为零，还真是巷战的题中之意。醒的还算是及时，不过以他们巷战的技战术水平，不过是多撑点时间而已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报告连长，新的情报。 这个位置上是哪支部队？怎么一直没有动静？已经确认，是在高速公路上被打残的红军1连。他们躲在那儿干什么？估计也是被打怕了。人员装备隐蔽得很好，而且由于力量配置合理，我们的突击人员无法靠近。既然是这样，盯紧了。是。 各连不要着急，马上建立防线。怎么回事？我们被强电磁干扰了，马上调频，重新建立通信。是。一连收到指令，回复。 当前红方的2个加强连基本已经报销，另外一个半死不活的不敢出来。此外，给他们的空中突击力量，他们也没拿出来用。所谓心智，毫无体现。这仗打的没劲，确实是不过瘾。真不知道梁副军长搞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郭子健的御风营磨合的根本就不到位，所谓的魔方也只是单个模块。 拿来给咱们试刀完全不够格，真不知道老梁是不是被前一阵那个什么新闻报道给冲昏了头脑了。旅长，您也看了军报上那篇一个新制营长的心事了吧？郭子健那小子可因为这篇报道火了一把。我看过了，文章写的挺实在，问题提的也深刻，对未来战场的思考也算是到位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也仅仅是思考而已。这就是所谓，能力越大。 压力越大，没错。你就说咱们蓝军界最有名的狄云峰吧，被人冠上了一个蓝军司令的名号。那打得好那是应该的，打得不好，那丢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人了。旅长，我听您这话，不会是酸葡萄效应吧？说什么呢？不过啊，咱们能让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暴露的再彻底一点，也算是我这个老对手送他的一份大礼。没错。
这里有特大分队把守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蓝军的指挥所。打吗？当然要打，但就凭我们几个，恐怕不是对手。那怎么办？知道特战队的频率吗？知道。好，马上联系杨茂林。不行，现在干扰太厉害了。我的耳麦跟特战队是一致的，我来试试对讲。可电台都不行，对讲系统的频率那么低，更不行吧？干扰系统重点干扰的是2G 到4G 频段，这些频段的发射频率都在2000赫兹以上，而对讲系统低于500赫兹，反而不受干扰。可对讲机的距离有限制啊。我们装配的是最新式的短波对讲系统，应该能够连通。蜜獾，蜜獾，猎豹呼叫蜜獾。我是蜜獾，猎豹请讲。我发现疑似首脑要地，需要你亲自清除。坐标给我，我马上赶去。记住地点，地点是地下坑道。具体坐标我马上发送给你。我们先行撤离。出发！猎豹，刚才23连突击群受对方小伞单兵火箭弹打击严重，部队已经散乱，请酌情处置。明白。徐副连长，你马上返回连队装备隐藏处，带队赶往镇政府方向。注意，在出发以后，一定要保持单兵分散，交叉掩护重装备。明白了。兔崽子没有火箭弹，但他们怕步兵。那你呢？我前往镇政府2侧，回收被打散的23连装备。记住，行动迅速。是。东方晴天，为什么不及时报告23连遭遇？刚才情况紧急，我正准备汇报。你的攻击无人机呢？练了那么久，难道是摆设吗？为什么不助攻？总参谋，目前只配备了1台攻击无人机，导弹携带也少，我想找到核心目标再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听我指挥，配合我完成对镇政府的打击。我会为你提供精确打击坐标。明白。刚才那队没抓上，以为会多来几队了，没想到就来了3只小猫咪，哼，骚性。看这做派，一定是老杨吧？真聪明，答对了。都是好装备，拿去吧。谢了，副连长。啊，别谢，输给你，不丢人。野狼，汇报情况。我是野狼，4只红嘴鸟，1手龙。明白。行啊，老杨，学我口音学得挺像的，什么时候练的？随便练练。
坐标已发送。目标坐标已发送。打！曾参谋，蓝军估计已经不行了，刚才应该只是强弩之末。好，徐副连长，你亲自带10几个人，从镇政府右后方切进去，从那里可以直接登上楼顶，占领了制高点，后面的仗就好打了。是。不到最后关头，也别轻言胜负。好小子，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啊！这个盘子翻得好。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，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。疾风知劲草，乱世现英雄。一连这帮臭小子，以前让曾梦涵给他们当连长，100个不愿意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曾梦涵把他们从泥坑里带出来。辛苦了，辛苦。好。报告，营长，目标拿下，演习结束了。不对，蓝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，怎么会结束呢？你们在高兴什么？你们在高兴什么？人质要不要？现炒现卖的人质，物美价廉，如价包换。
抓了，真是被冒，还不如牺牲了呢。听说兵王以前就是他们领的，关系好，是不是反水了？仗打完了，部队就散了吧。我们蓝军建议和解。如果不服，第一，坑道内还有人质，我们会挨个个的杀。第二，如果还想再战，也可以，但已经等同于拼刺刀，没啥意思了。马司令员，通知岛调组，演习结束，结果待定。是。岛调组注意，岛调组注意，演习到此结束，结果待定。帮我连接视频，我要跟观摩组的首长们讲话。是。各位首长，张教授，御风营刚才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，问题太多，无法一一讲评。今天的观摩到此结束，回头我会呈送一份详细的报告给各位首长。老龙，你说咱们是不是玩得太嗨了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梁副军长这面子挂不住啊！哼，蓝军存在的价值，就是要暴露红军存在的问题。现在挂不住，总比以后挂不住要好。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太多了，咱们玩得越嗨，对他们越有帮助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次就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。我们的价值魔方，今天丢人是丢大了。虽然今天这个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圈可点的。有问题，我们解决问题，没必要自暴自弃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是，以后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再让我们的情绪左右我们的行为，除非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真的被人家给打垮了。成也好，败也罢，我郭子健都能接受。可是你看看，今天从头到尾，我们的魔方转都没转起来，全是个别魔怪在自转。我想先道个歉。今天的第一个失误就是我造成的。我今天情绪确实不是很好，思想也一度不能集中。哎，你们两个今天就没觉得咱们这个指挥车上气氛从头到尾就都不对吗？你一个首席参谋，你营长，你们俩是这场演习的核心人物，你们俩之间情绪出现了问题，这魔方怎么转啊？如果这魔方转起来了，那也是胡转、乱转、瞎转。桑海田，仗打完了，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，请首长指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把我的御风营啊，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，少一颗螺丝，我拿你试问。请诸位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情绪的问题啊，现在不是解决的时候，回到营区，吃饱喝足，心平气和，再谈不迟，明不明白？保证不谈情绪。郭子健，走。旅长有话对你说。郭子健，走。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？报告旅长，没有。我告诉你，郭子健，这一仗表面上看是打成了平局，可是暴露的问题也很多呀。现在暴露可能会伤及我们的面子，但从你价值魔方的长远发展看，不是坏事。这一点，如果你看不出来，
你这个御风营的营长可就白当了。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指挥员。在，谢谢旅长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郭营长，行了，我们听领导的，该聊的问题在这里不讨论。一会儿走的时候，姚茂林、刘亮红跟我一起走。不用了。赵导员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好。窝囊吧？你这又点头又摇头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营长，你就别逗我说话了。我们营你最了解龙眼山，你必须跟我说实话。其实，从一开始曾参谋发现他们，龙旅长早都布好局了，一直没抓曾参谋，那是认为曾参谋带的几个人价值不大。明白了。幸好他没抓曾木涵，否则我们输得更惨。哎，龙旅长太了解我了，我斗不过他。那要是加上我呢？我们俩能斗得过他吗？那应该五五开。龙旅长这么牛吗？营长，你不是刚刚经历过吗？杨茂林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是常胜将军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龙眼山。我已经联系过了，你妈妈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你放心，等回去你先回去看看你妈妈，请假的事情就交给我。谢谢教导员。梁红，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等演习结束的时候才跟我说呀？咱们部队不是不讲人情的。当然了，你这个舍小家保大家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。但是有些事情你一个人硬扛，他是扛不过的。你发没发现，我们御风营呢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但就为什么每次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效果都不理想呢？你觉不觉得，这也是我们的价值魔方一直没有真正转起来的原因之一呢？你们太喜欢把所有的困难都自己一个人扛了，不愿意去找大家帮忙。谢谢你，教导员。我们家这事情发生的有点太突然了，又刚好碰上演习。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很信任你的。郭子健给你发脾气呢，就是因为这次演习打得不够好，我心里急了，所以才发脾气。我一定会好好批评他，啊。他没有做错，是我自己不够专业。哎，有时候你们两个也挺可爱的。刚才人家让你跟他一起回去，你还不愿意跟人坐一个车，现在又开始替人家说话了。我就是暂时不想看见他。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他的首席参谋吧。然后啊，我们在一起共事、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你梁红都当不了这个首席参谋，没有人可以当这个首席参谋。而且我坚信，常见如虹这个组合有朝一日一定可以所向披靡。教导员怎么连你都……梁红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常见如虹这个组合。我特别坚信，只要你们两个都在御风营，我们的价值魔方很快
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转起来。但是前提啊，就是得好好治治郭子健这个臭脾气。谢谢，跟你这么一聊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哎，你嫂子给我弄了点绿茶，还挺好喝的，你尝尝。天干物燥，喝点，去火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喝茶？什么时候？对这次演习进行了复盘，越想越生气，越看越生气。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呢？这次我们御风营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信任你的吕首长交代，更没有办法跟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交代，更重要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自己交代了？是，都没法交代。确实是，梁红也是这么说的。人呢？回来也不露面，原来过来一起开会，复盘。复什么盘？人家梁红已经把调离申请给交上去了。调离？调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反正调离报告已经交上去了。交给谁了？我才是领导。交给旅长了。胡闹吧！你也不拦着他点儿。我要找他。洪小飞，郭营长，梁红呢？走了。走了？报告没批呢，谁让他走的？演习开始之前，他妈因为犯心脏病进医院了。本来想请假回去，演习耽搁了。现在演习完了，人家还不能回去看一眼啊？进医院了？事先怎么不说呢？你给人家解释的机会了吗？不讲道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那得看郭营长什么时候批调离报告啊。批什么报告？他要是联系你，你告诉他放弃调离的想法。我不可能让他离开御风营。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啊，今天让大家失望了。我是御风营建设的直接领导者，出了任何情况，我都会坦然面对，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。我和梁副军长是老朋友，但人情归人情，事理归事理。关于御风营呢，我现在的意见和当初的完全一致，就8个字：不伦不类，多此一举。记得第8集团军在组织新制力量骨干培训时，我曾到现地讲课并做过调研。当时我就对组建这样的单位提出过意见，很简单，没有必要。第一，全军合成营已成规模，加上兵种杂、品类多，合成营的建设本身也分了好几个层次，没有必要再组建新的力量单元。第二，就是御风营的架子就是搭在合成营架子之上，又配了几个特战营的功能，再加了几个新制技术，这不混搭而已嘛？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创新。第三，就是御风营的力量使用和搭配，简直是胡来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它的远火装备和空突力量，过去不会，现在不会，将来也一定不会这么使用。我这几条意见，既不是凭空臆造，也不是无中生有，既有本人的实践调研，也有与其他专家的沟通交流。可能梁副军长听了心里不大舒服，但是我也不能藏着掖着。哪里啊？我今天又没有穿防弹衣，也没有塞耳塞。我说了，大家畅所欲言嘛。啊，那既然这样啊，徐教授，你也谈谈吧。张教授是最强烈的反对派，我还真有点担心他。
他这把锥子会不会扎伤梁副军长？如果梁北华这么容易就被扎伤了，那他这个将军可真得好好积积水分了。前段时间，媒体对玉凤营和巨凤营2个先行营的训练进行了集中报道。现在看，时机还是早了点儿。当然，到底该怎么看玉凤营，怎么看郭子健，媒体只是一种表象，一切那都早着呢。如果现在连龙远山都跨不过去了，你何谈未来的战争啊？那这次讨论交流怎么收场？怎么收场？意见打包让梁北华背回去，慢慢消化。你不要怕他消化不良，啊，他既然要勇于创新，那就什么担子重，就给挑什么担子。毕竟，玉凤营将来真要建成个什么样子，郭子健固然重要，但是梁北华才是真正的操刀人。打够了。老张，我觉得我以前太过于在意硬件的合成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成想得少了。魔方的转动不能单靠模块和主轴，还得有一种向心力。这方面我做得不好，以后改正。还有，对于你的意见，我以后一定虚心接受。玉凤营要没有你，还真就转不起来。我也有我的问题，说话总喜欢重复，我也虚心改正。郭营长，郭营长，粮仓回来了，在哪儿？马上就到了。哎，快下飞，你过来，过来！全这么好记，全啊！笑什么？严肃点儿。全主要是。你妈妈还好吧？嗯，要不要让部队给医院打个招呼，关照一下？不用。什么时候出院？你有话跟我说啊？对不起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检讨自己，为什么你不把你妈妈生病的事儿告诉我？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不，当然有关系。你说过，我们是那种上了战场，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对方的战友。玉凤营成立到今天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都会站在背后支持我。可我却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没能成为你值得信任的同伴。这一点我做得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这是我的私事，我不想因为私事影响演习。但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，我还是因为私事分神了。所以，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人，这一点是我没有做好。虽然我也经常忘了这一点，但还是要告诉你，你是个人，不是台机器，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谢谢你告诉我我是个人，你才是机器呢。既然我们都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那就抵消了。我认为，既然是搭档，以后就得坦诚相待，不能让误会影响了工作。你说什么？以后？对。
留下来吧。我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，陪我一起转动价值魔方。那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就换一种办法，要再不行就再换一种。反正我是不会让你离开御风营的。郭营长，你现在是在耍无赖吗？总之，你不会后悔今天留下来的这个决定。那你这么说，我就是没得选了喽？选什么选？没得可选。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呢，今晚加班，明天我还要跟梁副军长汇报呢。把报给我。是。首长让你在他房间等一下，他交完班过来见你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么巧？什么这么巧？首长，首长，这个沙盘我见过。当年那场战役的战场沙盘，你见过？好了，急着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诉苦、告状，还是有其他诉求？跟我讲话不要看稿子，我不喜欢。首长，您要这么说，我就不敢开口了。是吗？你小子一贯我行我素的，还有不敢开口的时候。讲吧。是，我是来向您做深刻检讨的。队长，你觉得郭子健能过关吗？不好说，这就要看他自己能不能认识到在演习中犯下的错误了。你这陪首长下了半宿棋，就探出这么个口风来啊？棋是下了半宿啊，那演习的事儿，一个字都没提。凶多吉少，倒也不至于。但是我估计啊，在这次御风营的建设当中，估计啊，梁副军长没少吃那些专家的钉子。新改革和传统思维的对冲，没碰个头破血流啊，就不错。是啊，所以我估计，御风营在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，让首长下了很大的决心了。怎么讲？昨天那盘棋，他杀了我是片甲不留，一个子儿都不剩。哎呦，我的那！检讨，真新鲜啊！在我的印象里，你郭子健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啊，哪怕有的时候屈从于强权，屈从于时势，甚至情感，但是你内心都高贵的不得了。我说的对吧？首长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觉得这次演习的失败，主要原因在于我个人。是吗？我没听错吧？首长，我这个人的思维习惯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在影响我的判断，所以遇到矛盾、遇到困难，包括一些客观性事件，都习惯性的往外找原因。别绕圈子，直奔主题吧。是。这一次，仅仅在用人上，我就有很多失误，在完全不了解汪麒麟的情况下，就把决定御风营命运的重担轻易交给了他，这是我最大的失误。还有，对杨茂林的使用，又一个兵王，讲讲看。显然龙远山比我更了解他，我还把他往龙远山的嘴里送，这是我过于自信、过分轻敌造成的。接着说。第二，是内部关系，由于我个人性格因素，导致我们指挥体系内部运行出现卡顿，甚至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也没能及时补短。第三，
力量组合上顾此失彼，由于瞻前顾后，导致配属给我们的空突力量完全没使用，加上特战排的使用失当，以及其他新制兵种的组合不到位，致使根本没打出我们新制作战营的特色来。第四，在城市攻防作战中，我们投入的精力和研究还是太少，结果一到现地，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，所以官兵们都不适应，打了不少乱仗。第五，战损收容体制不精确不精细，这一次如果不是曾慕涵挺身而出，在最后阶段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，所以单从我营指挥员的角度来看，此战早已失败。要有一